太吓人。最常被问的就是你没有身份证吗？我说话什么越来越快的时候，我妈就说你是想跟我吵架？到中国那一刻，我完全不会说，等于不会中。跟中国人工作就是这样的。再打过去，老板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， 我是 Max， 我现在在合肥，然后今天要第一次见我的老乡，现在就来到他的瑜伽馆，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我在合肥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我的老乡。今天会有2位，现在就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有缘分的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有缘分了。来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好，谢谢。我绝对没有你讲的这么好，是不是？你上班了，然后自然而然融入那个环境。主要第一站是北京嘛，然后北京东北人多，他们说话不像那个广东那边。对呀、不能撒娇，你说话就慢慢就行了。如果用这个口音的话，有可能会被别人多收费啊！游客嘛，好宰啊，会这样。对，我上次那个疫情之前，我前2天3天我赶回 KL， 回到家，我记得我在我家楼下碰到几个应该是中国人，他中国口音，跟我老公说话，我喊他什么的，把他听到了，他往后退一步，你是大陆来的，我说你才是大陆的，太吓人。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样来到同一个城市的？中国有这么多个城市，可是偏偏为什么就是在合肥？很普通的城市。没有说合肥不好，没有。合肥很霸气吧？霸都。一般会想到北上广深。对，不要以为他们是 plan 好的，他们其实没有 plan。对，好像也过后才知道，哎，原来我的邻居也来到了合肥。没想过，我只知道他先去中国，我当时还在马来西亚，然后知道他要出国了，当时是听到这样的消息，然后后面我也没有想过要来这儿，完全在你的计划之外，哎，从来都是完全在计划之外。所以你也不知道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就完全不知道，不清楚。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，哇，原来你也在这里，才知道他在安徽。因为我第一站其实是北京嘛，也没有想过要到合肥，到时候哪怕公司跟我说了几次，哎，你到合肥来什么的。我没想过，后来因为找了个对象，然后就被人家颜值给吸引了嘛。很帅啊。你们2个的老公都是合肥本地人？我老公芜湖的，我老公是安庆的。安庆的。对。哦，那 Jackie， 你之前是怎么样跟你的老公认识的？读完大学之后，我是我原本本科是读会计系的，跟我一样哎，居然有2个同行。哎，对啊，而且你认识的好多都是做 OD 的。因为一开始毕业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那时候就爸妈说啊，你做会计很容易找工作什么就去。对，一样哦，爸妈都讲一样的话，是不是？不然就是老师。对，都会讲这个。我们有很多共鸣。我是一个摩羯座，事业狂是不是？工作狂，加班没关系的那种。很适合做 OD 哎。商务会计，然后我是南曼大学毕业的，金宝那里，然后后面毕业之后，要考虑未来了嘛，实习的时候，哎呀，有点迷茫。当时进了审计行业 auditor，做了那3个月，我讲这是我甘愿的人生吗？我当时那3个月我在考虑一件事情，我要出国，我要去灵修，我要去挖掘我自己，我要去找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。就是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对身心的成长这一部分的书籍啊，这种课题啊，我是非常感兴趣的。后来有一次机会，我就机会去印度，然后刚好就有课程，就到印度去，对，我就去挖掘自己，去了解自己嘛，20来天吧。就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进修。对，你就会遇到五湖四海各种各样的人，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的缘分遇到我爱人。当时只是蹦着想了解自己去的，并不是我真的要去做以这个为职业，因为这个是要自己创业，要从零没有经验，没有任何经验。那他是怎么样摄取经验的呢？真的是勇气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就我们2017年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回到中国，在中国
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嘛。然后我说行，我们在中国发展呗，就跟他来这里。我当时也没有工作，当时他有2个选择，要么去印度当暂时的那种志愿者翻译，或者回国找瑜伽学院学瑜伽。我说要不你去学瑜伽吧，因为当时他身体出了问题。就顺便给他锻炼是吗？对，我说你还是去瑜伽吧。我支持你你去做这件事情。我当时就没有工作，就是陪伴他去做这个创业。因为创业的路上其实好多事情要顾虑的，她的老公可能只负责这个教学这一块。因为最大的挑战是当工作和家庭混为一谈的时候，那是很乱的。你们变成同事又是夫妻。对，这我可以理解。非常乱的。对，这个乱的意思就是你会有关于就是对他的期待，他也会对你关于你老婆应该怎么做的期待。作为一个新婚夫妇而言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你会觉得他没做好你要的部分。你们的工作永远是分不清谁做什么。工作分不清，家庭的这个职责各方面也分不清。虽然我们看是志同道合，但是一到讲细节上就麻烦了，家庭上就麻烦了。对，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挑战。你看24小时都要对着他，睡也是他，上班也是他。是，那是大挑战。是，可以3个人。哎呀，太了解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孤独的人在对面。没有，我听得挺开心的。还是上班好啊，上班也上班的好。是，我跟我老公也是同事。太了解了，太不容易了。是一个公司，然后只是2个部门的同事，但是会好一点，因为我们至少是听别人是一个公司，然后只是2个部门的同事，所以就听别人安排。我那会儿在做资金这一块合作吧，然后我抢这个合作，他把这个项目抢赢了，然后我把人抢来了嘛，我抢到我老公了。职场失意，情场得意。对，你看，哪怕到现在为止，我的手机上面我老公不是写老公，还是写他名字什么什么什么部门，就跟个纯同事一样。其他同事看了就是好像不太合适吧，或者说就是个同事。可能你老公也是这么样放你的名字。对，我们俩都是这样。我现在在金融租赁行业嘛，我当时是怎么来中国呢？就是因为校招，就是我之前的公司，到我们马来西亚去招一波学生，学校老师就筛选学生嘛，筛了一波之后来去面试，然后各种，然后最后我们系可能就招了我一个。当时其实我还有别的 offer， 我在等，我一直等啊等，没有等到，然后中国这边 offer 马上截止了，我想不行，我就先答应这边吧。答应完第2天，那边给我打电话，你要不来吧？然后我就已经答应了嘛，人还是讲点信用的，答应了嘛，挺好。不讲也可以。第一站到北京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我当时对中国，尤其是北京，的印象只停留在了中国奥运会那个开场，北京欢迎你啊！对，我只记得那一段，北京欢迎你，我们都会唱。当时候我妈跟我说，北京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大家都骑自行车，到那里第一件事要学的是自行车，你一定要把自行车学会啊，不然出不了门了。对，结果到那儿时候发现北京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那已经是12年前的北京了，现在的北京也完全不一样，人也完全不一样，文化什么这一点来说，我觉得中国还是蛮吸引我的，我觉得中国还是发展非常快的，那个城市有点天翻地覆的，对，跟我原来认识的那个城市好像就不一样。再回去的时候会觉得那是第2个家的感觉吗？会有点，因为我好多朋友在那儿。那会儿我老公其实不在北京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北京。那会儿是我自己待了5年，所以那些人都是我自己去交的，自己去认识的。包括闺蜜啊、朋友啊、领导呀，那些都是你自己去接触的。所以那些人跟你是有直接关系的，他会跟你关系很铁很好。哪怕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都觉得这些人还在，我认识的北京就在。就是看着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变成一个很好的城市的时候，你会慢慢的觉得，我是这一份子其中的贡献了一份力量。对，其实用我老公的话来说，你在北京就是你屁都不是，你走了北京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，没有了你怎么样。我这说的好励志哦，就感觉好像你自己在奋斗的同时，然后那个城市陪着你一起成长，就有一种背靠背的兄弟啊、战友的感觉。当时候我是一波学生过去的，当时带20个人，但最后留下的现在还剩下几个吧。我们永远在 farewell， 就是永远在告别会，对，然后就越来越少人，越来越少。不过我们这一群朋友还是很铁的。
我是分开住，我是住一块的。哦，跟我一样也是住一块。住一块还好，因为我家公家婆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人，而且我平常比较懒。都是他们帮我处理，不错。对，我平常工作也比较忙嘛，加班特别多。家婆非常好，对，非常支持他的工作。哦，你见过呀？他见过，他到我结婚来了。对，我见过他父母。哎，我感觉他不会遇到像我这样的问题耶。什么问题？因为他已经在北京混很久了嘛，所以来到这里不会觉得有文化culture shock，还是有一点的，还是有的，因为北京跟这边还是不一样的。我第一次见到我就是未来家公家婆的时候，我感觉像面试似的，但是他说话我完全听不懂。哎，跟我一样哎，我专门抓关键词，能抓到吗？能抓几个？那可以了。因为我前面我不是说我在非洲工作嘛，我跟合肥人，合肥人讲的合肥话。你知道吧？那是多快！我跟他们混了2年，才大概知道抓关键词。去到就是安庆的时候，去见我未来的那个家公家婆的时候，有一些关键词不太懂，就问一下我爱人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这样子翻译，然后慢慢的就可以了。还好有语言天分，可以慢慢的抓。慢慢抓关键词。这样我讲话语速特别快，马来西亚人、华人好慢的，非常慢的，讲一块我就感觉一窝。嗡，这种感觉，嗡，脑袋讲思考一下他们到底讲了什么。我有时候说话急了，回马来西亚，我说话什么越来越快的时候，我妈就说：“你是想跟我吵架吗？你为什么要像个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嘟嘟的说？你不能放慢的说，正常说吗？”我说我也被同化了。像我爱人有些时候跟我讲话稍微大声一点或者什么，我觉得你是在骂我。哎，会耶，我会有觉得被骂的感觉。对，他就很懵了，无辜看到我没有啊，我就讲这件事情，我说你在骂我。就跟马来西亚的另一半相处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边一直在输出讲话，比如说我的感受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我们会嘟不停讲，然后到那边就是就完全没有反应，对吗？然后这边会很生气，你不尊重我吗？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你有点反应好不好？你至少摁一下也可以啊。会有这种情况，也会这样吗？我们爱人就跟我讲，怎么不没礼貌？哎，对，他也是没有礼貌，我觉得很没有礼貌。讲话不应我。对的。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讲我这话，怎么没有回应？其实他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回应？对，我们还在想。对，我还好，我其实刚到中国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问题。其实说实话啊，肯定会有。哪怕是学了几十年的中文呢，到中国那一刻，我发现我完全不会说，等于不会中文。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，领导给我打电话，他一顿输出，叭叭叭叭叭叭说了好多，然后挂完一遍电话就旁边他在说什么？哎，我真的是这样子过哎，对吧？我第一年跟中国人工作就是这样的，我就看我爱人，他在说什么。但是你爱人没有听到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听电话呀。然后过后再去问嘛，只能在你厚着脸皮再问。再打过去，老板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老板就要朝你冲一顿。我当时工作好一点，是因为面对面多一些。哦。问题是面对面我都听不太懂，我只能看他的表情，看他在急什么。通常老板跟我们做事情，有同事在，我就问我同事。但是慢慢久而久之就会了。第一年我那个真的是文化冲突，那个速度、那个思维训练出来了，然后回到马来西亚才发现，好像我们快一点。他们问我你这么急干什么？我说我急吗？我觉得这是正常速度，那这是我的正常速度。完了，他真的很童话了。其实我的潜意识里面一直觉得，这位好像是中国人。平常跟我老公哪怕出门什么的时候，他们会忘了我是个外国人。我说我现在已经忘了。然后要干什么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拿个身份证出来，我们身份证扫一下不就行了吗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我没有身份证啊。”你为什么没有身份证呢？哦，是的，你没有身份证。然后坐高铁也这样。这个太夸张。我最常被问的就是你没有身份证，我拿到护照给他。你没有身份证吗？在国内为什么不用身份证？你在国内为什么不用身份证呢？就是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当时候刚生完孩子，你是在马来西亚生的？对，然后回中国来要带小孩去社区医院登记的时候，到社区医院不都是妈妈跟护士说的多嘛？我老公就站在旁边看，然后我就在护士跟他讲，然后护士就跟我说乌话。我跟他回普通话，他又跟我说乌话，我就跟他回普通话，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要登记一下身份证，要身份证拿出来。我就跟我老公说，哎，你把身份证拿出来。就我老公就身份证哈，你就拿出来。那护士才反应过来，我讲了半天，你才是外国人啊。
以为你老公是外国人我老公长得很像马来西亚人，啊？是吗？啊，有点偏黑，对偏黑啊，搞了半天他才是本地人。对，是外国人。那个护士说，我在想嘞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装？那个怎么这么装？就你这人怎么这么装？我都跟你讲文化了，你还跟我讲普通话，装什么装？就是很爱秀嘛，就是觉得你这人怎么哇，你的怎么还装一个？语言天赋好强，这无话说的有那感觉了。反正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有这个天赋，真的有语言天赋。对，去到哪里都很容易被同化掉。但是我一开始很好笑了，一开始我刚刚从马来西亚过来，然后我家婆就是算有口音了，但是她讲话很快，她就刚刚开车好回家，她身体不舒服，她就吐了，她跟我讲了一堆话，我听不懂，我就在那边笑。我以为他跟我分享什么有趣的事，我就笑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一个特点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先笑，对，先笑，礼貌的笑，感觉更不礼貌了。怎么这么装？我们总觉得教主是礼貌的，感觉效果没错吧？是啊，就是不然要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不知道怎么回应。对对。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安在当下。就是还持续在自己的行业、自己的那个我们讲的使命，或者说自己心向往的地方继续生根。有方向就去做嘛，意愿100%，方法无穷尽。哇，就那样子。今日金句。对，还有一个我带了那个礼物。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吃吗？对啊，不知道无所谓，是一个小小的心意。传统美食，好喜庆。这个是雪花酥吗 ？No， 谢谢。阿胶听过吗？阿胶糕，我知道。你知道马来西亚盛产什么吗？木瓜、榴莲。终于错。马来西亚有一个特产，中国进口特别多，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东西。糖肉骨茶，错。有中有新年歌曲。哎，什么新年歌曲，知道。很多新年歌从马来西亚过来的。对，比如说有一次我逛那个合肥商场，就听到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新年歌。对。每年但是每年马来西亚的歌手，有时候我走在商场里面，我都能报名字，好像这个马来西亚的，那个马来西亚的。对，所以马来西亚人对这个新年非常注重新年歌。对。而且每一个生肖哦，比如说今年龙年，他们就要出一首关于龙的新年歌。对，几乎是这样的。感谢你们。然后很感谢我，出口转内说，感谢我们，要怎么回应？不用谢，给他唱一首过年歌，都是龙的传人。说得好，正好龙年都是龙的传人。对。分工很明确的。对呀，他负责市场调查、进货，我负责后面。这是红枣跟肉丝。哇，这个是甜的。对啊，我放了甜茶，蛮有意思。给你喝马来西亚风味的，我们喜欢喝甜茶。难怪我觉得这么的熟悉，是吗？好久没有喝到这种茶味。甜茶做 Audit 好像真的是会让人开窍，是吗？我现在是 intern Audit。intern 还好啦，intern 也很烦。大学生立马转专业了，不要做了。没有，其实 Audit 还是很吃香的啦。Audit 很吃香，是的。只是我数学本身也不是很好，虽然它跟数学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就是很累。比如说最近啊，哈尔滨不是很火吗？哈尔滨居然产那个蔓越莓，你们猜合肥是盛产什么？大玉葡萄，大围葡萄，错，草莓，蓝莓，说出来吓死你们！鹅肝，法式鹅肝啊，是六安吧？是啊，他也是安徽的呀。那倒没错了。好吧，安徽，差远远了。在六安。我又要小丑是我自己。没事就改成安徽，重来。